大家好，我們今天來聊一個所有台灣學生都絕對躲不掉的超殘酷舞台。沒錯，就是選科系。說真的，這哪裡只是個選擇，根本就是一場生存戰，對吧？一邊呢是通往那個傳說中的護國神山的康莊大道，閃閃發光；那另一邊，可能就是充滿人情味的夜市人生。好啦，我們就來看看這場戰爭到底打得有多激烈。你看這句話是不是真的一針見血，完美總結了現在的狀況？現在的大學科系基本上就是兩個極端嘛，一種就是閃閃發光，上面貼着標籤，保證賺大錢；另一種呢就很神秘，聽起來很高深，什麼探索藝術與人生的真諦之類的。但結果就是你爸媽聽完眉頭一皺，然後問你那句經典的所以你畢業到底要幹嘛啦？這個矛盾就是我們今天故事的開始啦。好，那首先我們就來看看這場生存戰裡面那個永遠的冠軍隊伍，噔噔噔，沒錯，就是絕對王者——電機資訊工程學系，我們都叫它電資啦。不管那個排名怎麼洗，他們永遠都站在金字塔最頂端，沒別人了。電資系為什麼這麼神？來，答案很簡單，就這3個字：300萬。你沒看錯，這就是江湖上傳說的頂尖工程師的年薪。你想想看，這根本就是所有學生、所有家長眼中的聖杯啊！什麼 AI NVIDIA 台積電這些關鍵字就像魔咒一樣，一直念一直念，讓大家都覺得，只要我進了電資系，人生 online 直接從地獄模式一鍵切換成天堂模式啊！不過事情真的有這麼簡單嗎？來，我們來聽聽畢業學長姐的血淚真心話。年薪300萬的代價是什麼？答案就是把你的青春和你的肝全部奉獻給無塵室。你看這句話是不是超貼切？唯一的差別只是從在學校熬夜變成在無塵室熬夜。你想想熬夜的地點換了而已，而且在無塵室裡，你連手機都不能滑，這才是最痛苦的吧？好，那我們把鏡頭轉到戰場的另一邊，關心一下我們文組的同學們。在這個 AI 時代，他們的生存壓力真的不是開玩笑的大。所以呢，一場可以說是轟轟烈烈的科系改名求生運動就這樣開始了。不是，你看這個表格，這簡直是藝術品吧？完全展現了什麼叫做文組的 AI 焦慮。你看中文系現在不敢只說自己是中文系了，要叫語言模型提示詞工程與中華文化應用學系。哇，美術系呢，不只是畫畫，是生成式 AI 圖像溝通系。好像只要我的系名裡面有 AI 有大數據，我的畢業證書就直接鍍金，我爸媽看我的眼神就好像在看未來的賈伯斯一樣。所以啦，這就帶出一個很關鍵的結論，對不對？不管你最後念什麼系，你未來的工作80%都會跟 AI 扯上關係。那與其花那麼多時間把系名改得那麼花俏，最實際的技能，搞不好是先學會怎麼幫 AI 把插頭插好。真的好，就在電資跟文組還在兩邊廝殺的時候，近年來突然殺出了一批大家想都沒想到的黑馬是誰？就是藥學系。他不跟你追求那個最高薪水，也不跟你談什麼虛無縹緲的夢想，它代表的是一種極致的台灣人最愛的務實。要了解藥學系為什麼突然爆紅，你一定要先懂這3個字 CP 值，這根本就是刻在台灣人 DNA 裡面的最高指導原則嘛，對不對？就是用最小的成本、最小的風險去換到最大的效益。你想嘛，當醫生，要開刀，要值班，還要面對醫療糾紛，壓力山大。相比之下，藥師的角色是不是看起來就穩定很多？
所以你看這句話，錢多事少離家近，後面最好再加一句，最好連責任都不要扛。這根本就完美體現了選藥學系的那個 CP 值思維，對吧？薪水不錯，工作穩定，社會地位也 OK， 重點是還能避開第一線那個超高壓高風險的環境。這真的是一種非常聰明，甚至可以說是精打細算到極致的人生策略啊。好，那我們把前面講的這些角色全部都在一起看看，你會發現我們得到了一幅非常有趣又非常生動的台灣社會縮影。我們來看看這個分工超明確的社會是怎麼運作的。你看這個總結真的是太精闢了啦！一個國家分工可以這麼完美，有一群頂尖的電子工程師在無塵室裡面燃燒自己的生命，在拯救台灣的經濟，然後有另一群很聰明的藥師在藥局裡面追求人生的最高 CP 值。那剩下的文組精英呢？像是法律系的，他們可能正在處理你鄰居家的狗在你家門口大便的法律糾紛。你看，多麼和諧的畫面啊！好啦，前面吐槽了這麼多，講了這麼多很現實的東西，最後我們試着從這些冷冰冰的數據啊、排名啊裡面找回一點點浪漫跟溫暖吧。我個人真的非常喜歡這個比喻，選科系它真的就很像在談戀愛。那個全校最受歡迎的萬人迷，它不一定適合你嘛，對不對？反而是那個安安靜靜待在角落，沒什麼人注意到的，搞不好才跟你最合拍又有共鳴。所以說，去追熱門科系完全沒有錯，但選擇追隨自己心裡的聲音，也一樣非常值得尊敬。我想，這才是我們今天最想傳達的核心訊息。不管科技再怎麼進步 ，AI 再怎麼強大，它永遠無法取代的是我們身為人的那些特質。你會笑，你會哭，你會感動，你會對未來感到迷惘。你知道嗎？這些情感，這些溫度，才是你在這個時代最珍貴，也最不可能被取代的資產。所以啊，不管未來是 AI 的時代，還是台積電的時代，你的人生終究是你自己的。在真的要填下那個志願之前，或許可以先停下來，好好問問自己這個問題：我的夢想擦亮了嗎？好，今天就到這邊，謝謝大家，我們下次見。